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大家先看我的标题，我的标题打的是什么？我的标题打的是怎样才能把音阶练熟，从正确的方式 and 步骤。那后面特别我有说从五声音阶开始，所以今天的举例我都会先以五声音阶做举例。五声音阶我应该会做个2到3次，所以今天是第一次。今天我们先快速的聊一下关于我的标题，我为什么会说正确的方式 and 步骤。就像我刚刚讲，因为其实老实讲，蛮常遇到一些学吉他的人，一些很歪七扭八的观念。OK，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平常在教学生会跟学生们分享到的。所以来让我快速的转换一下这个角度，然后我们 focus 在吉他上面。好咯，那我们今天要先从用五声音阶来示范。那我就边开个图片，我们来边讲解，好不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图片。现在很神奇哦，现在直播越来越进阶了，开始有很多奇特的画面了。来，我们先稍微给它拉，这样就好，不要完全挡住我了，这样，哈哈。先用这样子。好，首先呢，我今天想要先借由五声音阶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我怎么看待这些内容，我怎么学习这些内容，包括我以前学习的时候可能是错误的。好，我先稍微切入重点好了。第一，我的图片写的是 A minor pentatonic scale， 这个是 A 小调五声音阶的意思。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英文字，如果你很陌生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第一件事情，你可以先把这个英文字记熟一点，好不好？ Minor pentatonic 就是五声音阶啦， pentatonic scale 的五声音阶。好，这是今天的第一件事情，先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然后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有6个音，事实上应该是说5个音啦，分别是 A C D E G， 最后又是 A。 好，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平常在练习五声音阶构成的组成音。注意因为我今天的举例全部会落在 A minor 的练习上，所以我今天不会去讲解不同调性，我们就 focus 在 A minor。 好，当我在练习五声音阶的时候，当我在练习一串音阶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先知道这串音阶是哪几个音组成。所以先呼应一下我自己讲的。这个画面用小一点好，因为这几个音一直重复看也没什么意思，我把画面弄小一点，弄在这边。好，当我们在学习音阶的时候，我们得先第一个步骤知道自己弹的音阶里面的几个东西。第一个，我弹了什么音阶，第一件事情正确的方式跟正确的步骤，就像我们今天要讲解是 A minor 五声音阶，第一件事情我得先知道 A minor 五声音阶的几件事情第一，它到底由哪5个音组成。那图片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到由 A C D E G 这5个音组成。但是这件事情知道的是不够的，这只是第一。第二是最重要的，各位，第二是最多人不会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写图片给大家看，就是所谓的公式。拜托，公式一定要背。我现在没有办法开一个图片给大家看，因为我没有去写出这个。注意大家在学一串音阶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它的公式。我在这边先解释一下 minor pentatonic scale 的公式是由第一个是所谓的主音，第二个是所谓的小3度，第三个是所谓的完全4度，
第4个是完全5度，第5个是小7度。我再讲一次哦，我发现我可以用这张手比给大家看。第一个是主音，我们的 A，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的 C， 也就是我们的小3度。第3个是我们的 D， 也就是我们的完全4度。第4个是我们的 E， 也就是我们的完全5度。第5个是我们的 G， 也就是小7度。接下来又回到自己了，自己的这就是8度音了，完全8度。好，然后有个重点是各位，或许你们在看一些教材的时候，或者说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教学，有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写数字，写数字的话 ，A 就会写成 E，E 就是代表根音的意思 ，root，R-O-O-T root。C 的话就是用数字来写，就写降3 ，OK， 有一个降记号跟一个3。D 的话就是写一个4。数字上会写一个4， E 的话会写一个5， G 的话会写一个降7。所以啊，这一串5声音阶的公式大家一定要记得，用数字来记 OK， 用中文的这种口语化的音程来念也很 OK， 用数字我们就快速的把它念成1降3 4 5降7。我再讲一次，公式就是1降3 4 5降7，用中文的音程的解释就是主音小3度、完全4度、完全5度跟小7度。所以第一件事情，这是今天对大家来讲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公式用数字写，用嘴巴你也必须念得出几度音我认为这样比较完整了好，然后同时间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练习的音阶的音名是由哪几个音组成。OK， 目前为止第一件事情就搞定了，接着我们进展到第二件事情了，来，我来换一张图片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先把它拉大一点让大家看好了。好，注意哦，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干嘛之后，我现在要练习5声音阶我现在也已经老师都跟我讲了5声音阶有哪5个音，我也都知道了。我开始在纸板上做练习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教科书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YouTube 上面的任何的都好，你会开始需要面对处理这些图片、这些图案、这些所谓的 pattern， 或者这个图片上面告诉我们的英文字是 position， 对不对？ position 那应该是念 position 没错吧？ position 1 2 3 4 5 5个图案。那我们待会我会跟大家讲这些图案我怎么练习，我怎么做练习，我怎么看待它。我们先快速的看 position 1 就好了。大家会发现5个图片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A 这个音。A 这个音在我们现在要演练的这个练习上面，它代表的就是所谓的根音。所以5个图案都可以很明确的找到自己的根音在哪里。这边我就快速的做一点简单的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来哦，我把图片先缩小，然后大家就是其实比较 focus 所谓图片的 position 1 就好了，因为我现在要介绍的是 1， 其他就先不要管。好，我们就先从克林顿开始。好，首先呢，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A 小调 position 1， 大家现在这边可能会有一个 confuse 的问题是，我找的这个图片是没有写任何格子的 OK，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必须去找到每一条弦的音名的位置。举个例 position 1 它第6弦是根音，同时又写了一个 A 给你，因为我们现在练习的是练习 A 小调，
所以我只需要在第6选上面找到 A， 并且把那个图案套进去就好了。第6选的 A 在哪里呢？简单的找一下给大家看。这个音大家在调音的时候都知道，我们念咪，或者我们念音名 E， 依序推过来 E F G A，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知道第6选第5格是 A， 没错吧？好，推过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接下来我的手指在这边就很像是看着这个图案，所谓的 position 1， 看着它，先把它弹出来再说，先不管内容音是什么。那我很简单的，也并且慢慢的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一个音，也就是 A 了。好，我再把它弹回来。好，我相信在看我直播的人，一定没有人是完全没有学过吉他，然后很想学的，应该没有吧？要不应该要分2种人，就是你已经会弹吉他了，要不就是你其实不会弹吉他，可是你想要来进来看老师帅，这种 OK， 好，没有问题。Position 1 的找法，就像我刚刚讲的，它的根音有3个地方。我刚刚的介绍是先从第6选开始找，所以我从第6选找到 A 了之后 ，A 是在吉他上面的第5格，依序的我照着这个图案把它弹出来。这样你就会完全得到了 A minor pentatonic 5声音阶所有的音。OK， 这是第一个步骤。但是这个步骤，各位，也就是所有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最多人有遇到的问题。我大概跟大家讲，你只看图案弹，一定死啊！我有时候也会常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必须去吸收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必须去懂我们学习的东西。所以我这边找到这个图案给大家看，大家会发现里面没有写任何的音符，所以这个是下一步我们要讲的。那没关系，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再开始。我们先把所有的 position 1来，我把它再放大一次。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看到这个图案里面事实上有3个 A？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图案1是不是有3个 A， 对不对？图案1呀，齁。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音阶最重要的第一个要注意的东西。它给我们的意思是代表着根音的位置。所以刚刚我教大家找 position 1是用第6选相同的。我们现在看到第1选也有一个 A， 所以啊，各位，我也可以从第1选找啊。第1选我们在 tuner 的时候，我们都是调咪嘛，咪发嗦拉，或者我们讲 E F G A， 我是不是一样可以找到 A？ 一样刚好在第5个格子，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找到 position 1的位置？那么这2个音不就是那个 position 1的 A 跟下一个黑色的点点嘛，对不对？所以我从第4选也可以找到嘛，因为当我们在接触教材的时候，当你的老师拿一个图案给你看的时候，当你在 YouTube 上面找影片的时候，第4选可能它也同时把根音的位置标示给你了。那我这一次从第4选来找 position 1。第4选我们在调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调成 Re 嘛，也就是说音名 D， 那我们就可以依序的往后面推嘛 ，D E F G A， 这一次有点不一样了，我们推过来得到的 A 是在第4条选的第7格，刚刚有2次找的都是在第5格。有2次都在第5格，
一次在第7个，而这3个音也都是我们在学习子行一的时候教导我们的概念。OK，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应该都绝对看得懂 Position 1怎么找这些音，我们现在都看得懂了，因为我相信你们也看得懂，因为你们绝对不是初学者。如果你真的是初学者看不懂啊，没关系，你可以留言，我可以再讲慢一点。然后各位，我要先穿插一个东西，很震撼的东西，让大家知道一下。在我教学的时间这么长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有的人几乎都有一个毛病，只记图案，不记里面的音。各位，不要再这样子了。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只记图案，你没有在管里面的音是什么，你学习音阶，你等于只做了半套都不到。所以这个图案，现在这边画面中这个这么棒的图案，我手无法比耶，天哪，鬼拍气功。这5个图案，你在网络上你都可以找得到，你也可以看着它弹，但是这终究不是一个最终的 final 的，你把这个音阶 completed， 你已经完全练好了。No， 不要忘记了我们刚第一个图片。我们第一个图片在学的时候，明明你就已经要先知道 A m 究竟有哪5个音 ，A m pentatonic， 有 A C D E G， 你已经知道了。那请你在这样子的 pattern 里面练习的时候，把音名，我强烈建议先用嘴巴念出来。所以各位，我现在还都只示范所谓的 pattern 1， 也就是所谓的 position 1， 其他的我都先不示范，这样大家就可以很仔细的一直看到我在讲这个，其他的概念是相通的。所以当我在练习的时候，我怎么去思考这些内容？很简单哦，注意看哦，2种方法。第一个，我先念音名，那就像是我们刚才已经找到 A 了嘛，念音名，答案就会变成是 A C D E G A C D E G A C A。 我再弹一次，但我稍微把速度加快一点，也是用嘴巴念出来而已。A C D E G A C D E G A C， 回来一样的意思 ，C A G E D C A G E D C A。你们可以先想想看，自己平常在练习任何注意是任何音阶，不是只有今天举的范例，有没有先做到第一步，就是说把里面的音先试着把它念出来。当我在练 ABC 的时候，或许有怎么讲，念起来不是那么的口语化，所以各位也可以用第2种念法。第2种念法就是我们可以先念成哆来咪 ，OK。所以同一个东西，我再弹一次，但我这一次用哆来咪的方式来念它，大家可以看看，哇，我是怎么念的。注意哦，第一个音我是念拉哦，我并不是念成哆，各位。我们现在先把 A 都是当成拉 ，OK， 所以这5声音阶念出来就会是大家熟悉的 A 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嗦拉哆拉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再造了。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嗦拉哆拉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好，我刚刚在做的这个练习，也是今天我的标题打了正确的方式跟步骤，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所有的朋友啊，当我们在接触吉他教材的时候，你会发现教材给我们永远几乎都是给你一个图案而已，很少有教材会把里面所有的音都标给你看。有时候就算你找到的教材有标给你看，可是你也变成你在弹奏的时候，你没有在管里面的音是什么，你只在管这个图案长什么样子。所以啊，这就产生一个我教学这么长的时间遇到最多的问题了。来，我现在举我遇到的问题给大家看。好，问题一，例如说今天我遇到一个新的学生，然后就这位同学你有练过五声音阶的对不对？那当然学生就跟我说，对，老师我会弹五声音阶。那我就会说，好，那可以请你弹给我听听看吗？好，那当然学生就开始会弹了。其中一个问题是，好，然后我就会说，那是好，那我可以哼一段旋律，你弹给我听听看吗？那学生这时候就突然会有点面有难色。那我这时候就说，好，不然我们弹一下最简单的小蜜蜂。当然小蜜蜂不是五声音阶，它有中间一个音，但那没关系，那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小蜜蜂的旋律是很简单的。好，所以我当然我就很嗦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当然我就想看学生有没有办法在纸板上面弹出嗦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Bingo， 这个时候基本上80%以上的人没办法弹出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举个例，如果我平常在练习音阶的时候，我不只看图案，我还试着把你的里面的音唱出来。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嗦拉哆拉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那如果里面的音平常我这样念，接下来我还要试着去认识，这个音是什么音呢？一开始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就要用推的嘛，也很正常，没有人是天生会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这个音是什么音呢？你可能就那我从头推一下哦。好，那我就推拉哆瑞咪嗦老师这个是嗦。然后例如说我可能要问说，那这个音是什么音呢？然后假设你就真的没有记，你又说老师我再推一下，就好，然后你又从这个最低音开始，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然后老师我知道这个是咪，恭喜。虽然你最终告诉我正确答案了，但很明显你并没有把里面的音记起来，你就是在记一个图案而已。所以当我不是丢给你六线谱的时候，你已经不会弹了，你基本上等于跟不会弹吉他没什么两样。所以如果你平常在练习的时候能去找一些旋律的音来加强自己认识里面的音，那样才表示你把这个东西练好了，各位。所以举个例，我刚刚说小蜜蜂，如果你平常真的很不熟的人，你是不是就可以借由找一些简单的旋律，嗦嗦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我现在弹的一样都是 position 1， 高音的位置，再弹一次，嗦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低音的位置也有，这个是嗦。嗦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我在弹的时候，等于是不是我的眼睛就像是一个你们看不到的 LED 的投射器，或者说雷射光，随便啦。当我在 play 吉他的时候，我眼睛看下去都是音名，都是哆瑞咪，都是音程，这才是正确的学习音阶的方式跟步骤。不要再学半套子、半调子好了，不要再我只记这整个大图案，然后突然我就说好 OK， 那你弹一段拉哆咪瑞哆拉瑞咪咪，然后你就老师我找一下，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找半天，这样不正确哦，各位，这样不正确。
你应该要有能力，拉哆咪来哆来咪咪 ，OK， 马上就，对不对？爱你1万年的前奏，拉哆咪来哆来咪咪，这样子吗？或者我们用推选都可以。或者我再随便举个例，不一样的旋律，咪来哆哆瑞咪哆咪哆咪瑞咪发发，就类似随便任何。当我哼出一段旋律的时候，或者当你自己哼出一段旋律的时候，你看着乐谱哼出一段旋律的时候，你看着乐谱上面写着哆瑞咪的时候，你应该要有能力就直接找出来。一开始我们都很不熟，我们都会用推的，这是正常的。但请问，如果你小蜜蜂弹了100次之后，你会记不住这个音叫做咪吗？不会哦，因为你一直弹的时候，你一直在念嗦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这总共用了5个音。如果你每一次都真的嘴巴念得很熟，加上你的眼睛看下去，这个就是嗦，这就是咪，这就是发，这就是瑞，这就是哆。你已经一直在强调教导自己这种记忆方法，是不是最后你吉他拿起来，假如说我比给你看啊，这个音是什么音，你一定就可以马上知道这是收了，好不好？截至目前为止啊，我把最重要的观念先穿插在5声音阶的这个里面，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请不要再用图案来学习吉他。吉他是图案的乐器，吉他是图像式学习法，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样等于只有练了一半而已。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已经把前面的问题克服了，来快速再复习一下哦。如果我已经克服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会了5声音阶怎么弹，5声音阶有哪5个音，我已经先知道了哦。A C D E G 在 A 小调的5声音阶里面，它的公式1降3 4 5降7，它的中文音程讲法叫做主音，或者你讲完全1度也可以。主音小3度，完全4度，完全5度，小7度。那这张图片就等于你已经会了，我们就把它关掉。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试着把这5个图案全部弹出来。来，让我为大家做一个示范一下。稍微把它开来这边，好。大家可以看看我怎么弹这5个东西，依照刚刚的方法。Position 1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有3个 A， 那我就可以快速的再弹一次。这样我就已经把 Position 1的图案弹完了，然后记得我今天讲的，把音念出来。我觉得你要念音名也没有不行，你要念哆来咪也可以。你如果想念公式也没有不好，最好的方法是全部都念。但我今天都只念哆来咪，因为念哆来咪还是比较口语化一点。啊哆来咪嗦啦，哆来咪嗦啦，哆啦嗦咪瑞哆啦嗦咪瑞哆啦，像这样子。Position 1我们弹完了，我们把 Position 2看一下怎么找，因为这个图案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格子。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你看到 Position 2的时候，它的根音位置在这个图案里面，分别在第2弦跟第4弦都有写着 A， 所以我只需要找到第2弦的 A 或者第4弦的 A， 就可以把 Position 2找出来了。第4弦的 A 我们刚刚已经找过，就在第7个格子。所以我现在先看着图案，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音，没关系，先看着图案把它弹出来。大家再看我弹一次哦。好，我把音念出来好了。拉，也就是说的主音，拉哆瑞咪，好，嗦拉哆瑞，弹到最高音没有音了。
再弹回来。哆啦嗦咪瑞哆啦嗦咪瑞哆瑞咪嗦啦，快速再弹一次。啦哆瑞咪嗦啦哆瑞哆啦嗦咪瑞哆啦嗦咪。这样我就把 Position 2弹完了，同时也把它念完了。那相同的意思，我们就可以把3跟4跟5全部都照这个方法把它练完。所以因为这边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快速讲过就好。Position 3根音在第5弦跟第2弦，你只要找到 A 的位置就可以了。第5弦的 A， 你从前面慢慢推，最后它的答案在第12格。第2弦会在第10格，所以 Position 3就是这样弹。这是3，大家自己要记得。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咪嗦拉。Position 4，这边我讲快一点，因为概念是一样的。Position 4的话，根音是在第5弦跟第3弦，所以我就快速的把它弹过。最后一个 Position 5。到第17格了 ，A 在第17格了，但是 Position 5在前面也可以找到，Position 4在前面也可以找到，我大概把它讲完，我先从高音的把它讲完，一个完整的。好，第5个把位当然就变成是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嗦拉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嗦拉。好，当然依序我又可以继续推了，因为吉他5个图案之后，它就是一个循环。那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示范到目前，我一开始示范那个 Position 1的时候是从第5个开始，所以很明显我们前面根本没有弹到，但前面一定有嘛，所以前面怎么找很简单，这是 Position 1嘛，第5格是 1， 那再往前推，你大家看那个 Position 5， 就是所谓的子型5，A 有3个位置。第6弦可以找到 A 嘛，所以 Position 5在这边的话，就会在2、3、4、5格这边了。我现在的手是按出3个都是 A。OK， 所以当我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样嘛，就跟刚前高音的一样，先看着图案把它弹出来。再一次哦，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嗦拉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嗦拉。所以只剩一个还没弹到，就是空弦的这个把位。空弦这个把位也就会说是所谓的 Position 4， 子型4。但是问题来了，各位，第5弦的 A 刚好是空弦，所以大家要看。大家在看着这个 Position 4的时候，它的第1行是空弦有点像是这样子啊，食指是空弦的概念，中指是第1格的概念，所以当然我如果在这边弹出所谓的 Position 4的话，就变成是空弦，有没有 ？A 跟 A。第5弦跟第3弦都可以找到 A， 然后看着它的第1行，应该讲第1列吧 ，anyway 就是第1个黑色的那一排，然后那个是空弦的意思，所以如果我用哆来咪念出来，那又会变成是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嗦咪嗦拉。
OK， 目前为止大家应该都完全能理解我在讲的内容了哦。稍微喘一口气一下，待会我们会再继续哦，还没结束哦。目前来讲，5声音阶虽然只有5个音，虽然图案也容易看得懂，你也容易背起来，但我从头到尾在说的都不是在指图案，而是在指我们练习的正确方式跟步骤，都是要把你弹的音完全理解。所以一开始你可以先用唱的，接下来你可以找一些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旋律，在这个图案里面找找看那些音究竟在哪，这样的练习最后才会是完整的你熟悉的那个位置的每一个黑色点点叫做什么音了。我在这个地方再多讲一个延伸的好了。当我在练习5声音阶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下一步的事情，就是说每一个音阶我们可能都会练的，当然你可能试着要去试试看做一点移动。每一个图案都是个体的，这是图案1，这是 position 5，图案5，第5个位置。但是你每一个都弹很熟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试着第1个位置弹完，换第2个，换第3个，换第4个，换第5个，再换第1个，再换第2个，再换第3个的这个练习，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先拿出来讲的，做一点简单的连过去，再连回来，那它弹起来就会变成像是这样。我刚刚很简单的只是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个音阶我先往高音弹过去，再从高音弹回来，弹了一次之后我就换下一个图案，弹过去再弹回来，弹过去再弹回来，这个练习也是以前我一开始在弹吉他的时候会做的练习。然后当你这样很顺的很简单的你都会了之后呢，请试着把它再做一点小变化。我从最前面开始弹到高音，我只弹一次，弹完之后我大概会弹回来，但是我就移动了，所以有点像是这样。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发现我这边一弹完之后，我回来的时候是移动一个位置？再来一次哦。第一次我一开始弹的是所谓的 position 4， 现在是 4， 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嗦，回来的时候变成 5， 好，那时候咪瑞哆啦，接下来继续的延伸，变成从 1， 拉哆瑞咪嗦拉哆瑞咪嗦拉哆，变成从 2 回来，瑞哆啦嗦咪瑞哆啦嗦咪瑞哆，变成从3，又到4了，最后会结束在这边 position 1。sorry， 有没有？所以各位应该有发现一件事情，目前为止这样的那个音阶，我们同时间又可以练习到怎么去连接这个指板，你怎么去连接它，让它产生一个有点像是一种练习的感觉。我刚
这边弹错一个，然后弹到这里之后再往回去。目前为止这样子应该大家都能接受到这个方式跟这个步骤了。我们来往下一张图片看一下。这个图片跟刚刚那是一样的，然后它只是换成另外一个方式而已，所以这是一样的。这一张图片是今天会讲的最后一张图片，我把它先稍微放大一点让大家看。刚刚我在念给大家听的时候是用所谓的有点像是在念哆来咪，你也可以试着念成阴敏，但是最后一个练习是这个是也很重要的这个是把它念成或者你的眼睛看成音程，也就是所谓的公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一开始最左边第6弦第5个格子这边就是 A minor 的 position 1。好，总之这个图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有很多橘色的，橘色都同时写着 R 这个字， R 就是 root 的简写，就 anyway 它就是一个根音的意思。那这边每一个黑色的点点跟刚刚类似的图案最大的不同是都有标示了数字给我们看。 R 的右边是写着降3，我们先看第6弦就好，各位先跟我一起看第6弦就好，我们先不要看别条弦。 R 的右边是写降3，降3就是小3度，在右边写的 P4， P4 就是完全4度，在右边写着 P5 就是完全5度，在右边第15格的地方第6弦写着降7，那就是小7度。接下来在第6弦最后一格，也就是写17的这边17格又写了一个 R， 那就表示那是所谓的根音。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哦，如果我只看第6弦，也就是说当我在看了这个图案的时候，虽然我们刚刚练习的时候都把它念成拉拉哆来咪嗦拉拉嗦咪瑞哆拉，或者我们把它念成音敏 A C D E G A A C D E G A 之类这样子。那如果另外一种念法，或者说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是把它解读成音程，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代表是数字的1或者英文字的 R。接下来我只弹第6弦，看着那个图案，你就可以找到下一个音是所谓的降3小3度， P4 完全4度， P5 在第12格完全5度，这个是 minor 7小7度了。接下来是主音第17个，所以用数字来讲，1降3 4 5降7 1 1降7 5 4降3 1。好，所以像这一张的图案呢，它就做到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是有标出了里面的公式给你看。各位如果在网络上或者你的教材上面有找到相关的图案，那就是你很棒的一种练习法。你在边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边刺激自己知道里面的公式它代表的是几度音。所以一样，我现在只示范一个 position 1就好了，其他的我就不再讲，因为其他的观念是一样的，每一个都介绍的话也会有一点冗长，所以我现在只讲
Position 1就好了。我们刚刚谈 Position 1的时候，应该是这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因为它只告诉我们3个 A， 所以其他都是黑色点点，你就会不小心变成只看图案。但如果你今天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资讯是来自于刚刚这一种的，你是不是在练习的时候就可以告诉自己 ，OK， 这是 R 降3。P4 就是完全适度的意思，那我们这边就念4就好了。好啊，我们就念1好了，我们统一都念1，1降3 4 5降7 1降3 4 5降7 1降3，一样回来1降7 5 4降3 1，好，降7 5 4降3 1。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把3种东西都做完练习了。帮大家简单整理一下，一个是用哆来咪来唱，拉哆来咪嗦拉哆来咪嗦拉哆拉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一个是用音名 A C D E G A C E， 好，就是因为我懒得练了，反正就是用音名。一个就是所谓的数字，数字代表的是公式的意思。注意这个不是代表哆来咪，数字不是台湾的简谱它这个不是在讲简谱的意思，它在代表一个公式：1降3 4 5降7 1降3 4 5降7 1降3，依序的你再慢慢去把它找出来。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奥秘？这也是我自己教学最常遇到的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你可能真的只看黑色的点点，跟只看整个指型长什么样子，可是你却从来没有找过里面的音是哪些音，不管里面的音名是哪些音名，不管里面我们用哆来咪来唱的时候，它到底唱哆还是唱瑞还是唱咪，不管黑色的点点长怎样，你可能也没有试着去了解过这个黑色点点到底是几度音所以今天这个直播我相信有很多人早就会弹吉他才进来看今天的第一次的教学分享直播，而我从刚刚到现在为止不断的强调这3个东西，是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如果在弹吉他上面希望再做更进阶的一点挑战，再更进阶一点的自我练习，那今天的方法你要把它练起来。如果你想要像一些很厉害的人不管是 John Mayer、Asato 任何啦或者你想要像 Josa 乔沙红一样如果这么狗腿是没关系啦我们要把吉他弹好肯定有它的方式跟步骤。那你今天可能弹得不够好，有时候问题不是出在于你不认真，可能是出在于你的方式不对。这是我教学那么久以来遇过最多的学生的问题。很多学生他很认真，可是他不得其门而入，他没有一个方法。然后也有可能遇过他之前在学习的时候，可能当时的老师可能没有教导他那么的详细，亦或者当时的老师有教他，但是他忘了，他没有记住，而产生他练吉他一直都看图案在弹，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是哆来咪。那我如果今天丢一个简谱给你，你根本就不会弹了，你就等于不会弹吉他一样。或者说我唱一段旋律给你听，你不会弹，那你等于跟不会弹吉他没什么两样，因为那不是看图案可以得到解答的，你必须理解里面的音。而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解里面的音呢？那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如果各位平常在看我弹直播的 jam， 你们可能可以常常看到，为什么我在这边弹一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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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可以很完整的把每一个地方都弹完。那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的，难道真的只是图案吗？当然不会咯。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更进阶的朋友，从今天开始理解里面所有的音，尤其我常常在卷嘛，卷的时候，我在 A m 里面，我在 F 里面，我在 G 里面，我在任何一个和弦里面，或者复杂一点，我在一个 F9， 我在一个 F9 和弦里面，我在一个 E7 加9，就是这么复杂的和弦里面，我在看的真的是看图案吗？还是我在想我要弹什么音？所以举个例，因为我毕竟我前天才刚做完第91个卷，大家也都知道我喜欢做卷的影片啊，跟大家一起同乐。所以难道我在弹的时候是看图案吗？没有。所以当我在用五声音阶来弹东西，例如说，我刚刚弹的这个句子，嗦咪咪哆拉嗦咪嗦拉，咪咪哆拉嗦拉拉。如果你要我用音程，就是小7度嘛，5度，4度到5度，小3度。主音小7度，然后这边可能就顺便看我是用垂弦还是什么，4、5降7，然后小7，一样意思，任何都可以。我不是看着图案，应该是说我同时看着图案，同时也想着我在弹什么音。好，可能本来和弦是 A m 的。拉哆咪瑞哆拉哆瑞咪嗦啦，拉哆咪瑞哆拉哆瑞咪嗦啦哆瑞咪哆啦啦，然后可能就是咪瑞哆嗦咪哆啦，就是类似这样子。你看我自己有时候会念错，这是正常的，因为我现在要有点分心，要讲解给大家听，一心多用，还要看着那个画面所以会有点分心。嗦咪瑞哆拉，嗦咪瑞哆拉，咪嗦咪哆拉嗦拉，西哆西拉嗦，咪发嗦嗦，咪发咪瑞哆瑞咪嗦。哆来咪嗦，来咪嗦啦，咪嗦啦哆，嗦啦哆瑞，啦哆瑞咪。Anyway， 任何。所以今天目前为止4个图片，快速再重看一次。第一个图片，先搞清楚我们自己在弹的音，我要做的事情。然后我现在是在学习5声音阶，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学习5声音阶，5声音阶有哪5个音？当然，我们现在的举例是举 A 小调这个例子，所以 A 小调有哪5个音 ？A、C、D、E、G。那这5个音分别又代表了什么东西呢？因为它有一个公式，每一个音阶都有一个公式，所以你必须知道小调5声音阶是由1降3、4、5降7来组合而成的音阶。用中文也顺便要会不要一直念数字，中文也很重要，音程的定义也很重要，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念成主音小3度，完全4度，完全5度，小7度，这5个音就是5声音阶。当第一个图案你已经知道了，在第二个图案的时候，一开始先试着看着图案弹出来，你可能还不理解里面黑色的点点叫做什么东西，没关系，但你至少要先知道每一个图案里面的根音在哪里。Position 1的根音在第6弦跟第4弦跟第1弦，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位置，你都必须先把它背起来。所以第二个这个照片这个图案，当你已经都很熟的时候，试着去练习连结。可能未必然还需要进展到第3步，连结就是我刚刚示范的这个。
们连结也做完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再满足于现状了。你只看黑色的点点不行，所以用哆来咪的方式唱出来。哆来咪嗦，嗦咪来咪来哆，哆来咪嗦啦，啦哆啦嗦，嗦咪发咪发来哆，咪咪来哆啦嗦哆，就类似这样，都把它唱出来。也试着音名都去认识你弹的音名叫做什么。然后我们今天的第3个图片就是这个，对不对？这是刚刚放的第3个图片，也试着去知道里面的公式。哦，原来我在弹的第 Pattern 1的时候，原来它的音是 R 小3度，完全4度，完全5度。小7度，又回到主音，继续的。如果你照着今天我讲的方式去处理任何音阶，注意哦，是任何音阶都是这样的学习法。那各位，你的底子在一开始就会打得非常的正确。那扎不扎实就看你付出的时间，你付出的时间越多，你就越扎实。当然了，我们如果付出的时间越少，也不会因为你看完我今天直播就瞬间好像自己精通了所有的音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无论我提供怎样子的练习法则给大家听，终究还是必须我们要乖乖的坐下来，乖乖的去练习，乖乖的照着可能是我讲的，或者说可能是你现在正在上课的老师教你的东西，当然你还是必须得自己花时间，才能把这些东西一一的吸收进去。那这样子的观念是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用这样的练习法。这个是今天目前为止我好像都讲完了。我们今天的 Part 1的内容会先到这边为止，然后简单的跟大家讲，这些东西会影响的是你后面弹奏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想要弹得很炫、很好听、很酷或者说有时候你看我在弹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弹一些和弦举个例啦，随便举个例。好，我现在随便的示范一下。我刚刚在做一个怎么讲很简单的一个即兴示范给大家看的时候，每当我手动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啊，我都能马上在我的心里面或者说在我的眼睛里面或者说在我的头脑里面，我都能马上去知道我要弹的内容的音嗦咪瑞哆啦嗦，就是可以马上知道可能我没有办法用那么快的方法念出来给大家听，但事实上那个音叫做哆，那个音叫做 re， 或者说那个音是小7度小3度，然后主音小3度，蓝调很喜欢用这种推弦1/4推弦，这种每一个音程每一个音名C A G E 之类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它在重复的去思考、去思索的事情，所以绝对不是看着图案。如果你是看着图案，就像我今天讲很多次了，
看了图案等于学，事实上来讲应该连半套都不到了。这个东西的完整程度连50%都不到，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这样是非常可惜的。相反来讲，也很有可能这样就是阻碍你学吉他无法进步的关键，好不好？所以我们下一次要讲，我下一次会先再继续讲五声音阶。五声音阶我应该会讲个可能2次到3次，然后下一次开始也有可能会多做一些示范或者什么的。总之啊，目前为止我们的 Part 1就到这边，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